迪丽热巴恰似大结局，270万人打卡留念，纪云和变焦人引不满。经历了前段时间多部热剧争相播出的情况，现在又陆陆续续迎来大结局。由迪丽热巴和任嘉伦两人主演的古装玄幻电视剧《恰似故人归》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由于整部电视剧分上下两部，所以迪丽热巴和任嘉伦也算陪伴了大家1个月左右的时间。在大结局的时候，粉丝们的热情高涨，不少人在评论欧留言表示不舍。根据统计，有270万网友在大结局时打卡，平台热度更是超过了1万，这已经不是第一次该剧热度过万了，确实非常厉害。由于前面的故事非常精彩，很多网友还在想最后2集的内容怎么才能很好的圆回来，但是令人担忧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不少网友觉得电视剧结局烂尾。大结局中虽然各种大场面都有，但是似乎是为了结束角色的命运而草草收场，完全没有给人喘息的机会。另外，男女主角2人气氛转折也非常快，最后纪云和居然穿着红衣坠崖，而且还长出鱼尾变成了鲛人，这就非常让人费解。根据知情人透露，除了最后各个角色的归属之外，纪云和最后变成鲛人坠崖其实并没有死，而是被封印。之所以给观众不解的原因，是这部电视剧的剪辑师背锅，大结局省略了那段尾巴来源和云和长意的对话。仙师亲自解释了，鲛珠本身就是生生不息的，在云和坠崖的时候又给了300年鲛珠的温养，所以才让云和也长出了鱼尾，这样看来是不是合理多了呢？你们有一直追《恰似故人归》吗？有网友表示，这部电视剧是目前古装玄幻电视剧的天花板。恰似故人归结局云和为何会长出鲛尾？其实，仙师早已给出答案。由任嘉伦、迪丽热巴、孝顺瑶、郭晓婷等人主演的古装电视剧作品《恰似故人归》终于迎来了最后的大结局。结局中，虽然看似几个主要的 CP 都收获了圆满的结果，但是把男女主角变成了2个活脱脱的配角，让该剧依旧没有摆脱烂尾的命运。在之前的剧情中，男女主角方面，常意为了彻底把反派朱燕消灭，选择了主动牺牲自己，身体被冰封。纪云和刚刚和常意大婚，就要面临离别，真的是令人心痛。好在结局里，常意被成功唤醒。纪云和顺德仙姬大战之际，他及时赶到，配合纪云和、天君共同把顺德仙姬封印。只不过可惜的是，顺德仙姬最后一刻怨念未消，纪云和为了可以把他完全除掉，只能选择自己和他一同被封印，之后再利用自己的意念慢慢消耗顺德仙姬的残魂。300年后，纪云和彻底压制顺德仙姬，回到了常意的身边。2人终于得以白首不相离。配角方面，起初林浩清虽然被顺德仙姬变成了傀儡，但是在纪云和的唤醒下恢复了心智，最后掉下悬崖摔断了双腿。思雨还是像以前一样陪伴在他的身边，他们2人最后就像是变成了此前已经下线的林苍兰和青书。黎叔为了众燃心灯，拯救天下苍生，甘愿牺牲了自己。这一幕感动了太多的观众，终归好人会有好报。结局中黎叔的设定类似于转世，他变成了一个普通的凡人，虽然没有了之前关于黎叔的记忆，但再次相识了雪3月。然而真的有追了《恰似故人归》剧情的观众就会发现，在最后2集剧情中，男女主角色常意和纪云和的戏份是真的少得可怜，说是变成了2个配角都不过分。起初也就是纪云和常意和顺德仙姬大战的时候，他们的戏份多一些，后续很大一段的篇幅就开始给到了其他的一众副线 CP。虽然不是说这些剧情不重要，但是最起码应该有个主次之分。相信大多数观众起初都是冲着任嘉伦和迪丽热巴才关注的《恰似故人归》。顺德仙姬被封印后，300年的时间里，就趁常意一直在人间游走，
潦草的2句话就没了。再就是最后几分钟的长义和纪云和坐在东海崖边的镜头。更加重要的一点是，纪云和最后居然和长义一样拥有了鲛人的鱼尾。相信很多观众看到这里都觉得有些离谱。作为九尾狐的纪云和在被封印了这么多年之后，怎么就莫名其妙长出了鲛人的尾巴？其实关于这一问题，恰似故人归介由仙师之口有交代过一些缘由。仙师的原话是，在这四海八荒中，唯有东海鲛人的鲛珠有修复再生之能，就连失去灵丹也能令其再生，生生不息，是谓永恒。在最后长义和纪云和分别的时候，长义又再次把鲛珠注入了纪云和的体内。被封印的纪云和带着长义的鲛珠整整生活了300年。这300年的时间改变了纪云和的体质，让他拥有了些许鲛人的特征，也算说得过去。原本恰似故人归完全可以再多花一些时间去把这个原因给交代清晰，让观众信服。可是最后却只是潦草给了一个长义和纪云和露出鲛尾游入东海的镜头。恰似故人归从开播到大结局，整体的风评和收视表现都是相当不错。前中期无论是剧情发展还是角色设定都很棒，只不过最后结局里很多地方的设定是真的有些草率了。感谢您观看视频，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